大家好，这里是新人 UP 主新世纪的旅行者。就在刚刚，我国首枚可回收火箭朱雀3号进行了首飞。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朱雀3号这枚火箭的前世今生。在开始聊朱雀3号之前，我们还得再次明确一下大家通常意义上说的可回收火箭的概念。可回收火箭首先得是火箭，然后再可回收。火箭就得有把卫星送入轨道的能力，而那些只能飞几公里、几十公里的小蚱蜢都只能叫做亚轨道火箭。而可回收火箭需要将在卫星送入轨道的同时完成火箭1级的回收。更重要的是，回收完成之后，这个1级需要具备可重复使用的能力，这就要求火箭的1级在回收过程中不能有太大损坏，不然的话，反正火箭1级烧完之后总会落回地上，那砸地上的残骸也算可回收火箭了。所以，可回收火箭更严谨的叫法应该叫做可重复使用火箭，官方一般也是这么宣传的。但因为可重复使用火箭最吸睛、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回收过程，所以大家一般就直接将其称作可回收火箭了。在明确了以上定义之后，我们才能得出朱雀3号是我国第一枚可回收火箭的结论。因为朱雀3号既有将卫星送入轨道的能力，又具有将1级回收复用的能力。无论其首飞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将成为我国首枚发射的可回收火箭。同理，以前那些蚱蜢跳因为无法满足以上条件，所以就算实验成功，也不能被定义为可回收火箭。我们掰扯这些的主要目的是帮大家把前些年的那些蚱蜢跳验证机给排除出去。由于各路自媒体长期以来不清楚这些概念，导致每出现一个蚱蜢跳，就会有媒体跳出来说可回收火箭技术已经实现了。等到这次真的可回收火箭来了之后，估计还会有不明真相的群众疑惑，这玩意儿不是几年前就已经实现了吗？这就告诉我们，文化工作者必须要有文化。现在可回收火箭真的来了，也顺带破除了另一个非常离谱的谣言，就是所谓的可回收火箭无用论。按理来说，只要脑子稍微正常一点，看到009号在海外近乎碾压般的订单数量与发射量，都知道可回收技术带来的巨大优势。当年嘲笑可回收技术就是白日做梦的欧洲人，现在都只能怒斥009成本太低，破坏市场竞争了。但仔细一想，无论009号获得多大成就，这种谣言都不可能被完全根除。真正想让这些人闭嘴，必须等到中国自己的可回收火箭出世。类似的例子在各个领域大家也都能见到吧，也都是一个道理。现在中国有了自己的可回收火箭，大家也都能心安理得地接受可回收火箭的巨大优势了吧？下面我们就来详细的聊一聊朱雀3号的故事。朱雀3号是我国民营航天公司蓝箭航天研发的可回收火箭。关于蓝箭航天的历史故事和他们之前的火箭型号，我们之前已经有视频对其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欢迎大家前去回顾。朱雀3号在2023年下旬立项，年底向公众公开。其使用不锈钢材料，直径4.5米，高度76.2米，起飞重量约660吨。1级使用9台天阙 12B 一氧甲烷发动机，单台推力超过100吨，比冲290秒左右，总推力超过900吨。2级使用1台天阙 15B 一氧甲烷发动机，推力超过120吨，比冲357秒，其整流罩直径5.2米，长度15.5米。运力方面，一次性运力21.3吨，航区回收运力18.3吨，返场回收运力12.5吨。所谓航区回收，就是指火箭1、2级分离之后，1级继续按照惯性向前飞，随后在远方的着陆场着陆；而返场回收则是在1、2级分离之后，火箭要消耗燃料，掉头转向，再飞回发射场。直接飞回发射场可以节省很多后续的运输时间，但也因为消耗燃料导致运力下降。由于这时候朱雀3号的研制还处于早期阶段，所以这些运力数据基本就是参照009号得出来的大概范围，参考价值不是特别高。但很快蓝箭航天就不用在乎这些小问题了，因为一个巨大的机遇即将摆在蓝箭航天的面前，这就是讨论我国民营航天时永远也绕不开的日子。2024年6月30日，另一家名为天明科技的民营航天公司创造了中国航天史上最大的奇迹，他们的天龙3号静态点火变成了动态起飞，直接撞山上去了。这一撞彻底改变了我国民营航天的整体格局。天明科技的天龙3号和蓝箭航天的朱雀3号运力接近，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关系。在此之前，天龙3号已经瞄准2024年下旬首飞，而朱雀3号的目标首飞时间是2025年中旬。无论怎么看，天龙3号都将有着明显的先发优势，但是它这么一炸，直接把自己的优势给炸没了。这么一折腾，天龙3号的首飞也要推迟1年多。这就意味着从公布时间上来看，朱雀3号将与天龙3号同台竞技。
但蓝箭航天自己很清楚，自己公布的这个2025年中旬的首飞时间几乎一定会推迟。由于天阙 12B 发动机进展相对缓慢，朱雀3号几乎肯定要拖到2026年首飞。这该怎么办呢？蓝箭航天的 CEO 张昌武沉思良久，最后决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我们应该立马推出一款缩水版的朱雀3号，就算降低性能也要抢先首飞。想来天明科技的 CEO 康永来当年还是我张昌武的部下呢，今天必须让你见识见识谁才是民营航天的老大。于是乎，朱雀3号基础版应运而生。这款朱雀3号将发动机由天阙 12B 系列改为天阙 12A 系列。天阙 12A 的推力虽然只有 73.5 吨左右，但胜在成熟。2级的发动机也由天阙 15B 改为天阙 15A。这种改动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9台发动机的总推力只有660吨左右，和朱雀3号的自重一样。这下倒是不用担心推力太大飞起来了，现在是推力太小，火箭摁地上起不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蓝箭航天祭出了2种解决方法。其一是增大发动机的推力，在之后2年的改进当中，天阙 12A 的推力节节攀升，到首飞之前，推力已经从73吨提升到超过85吨了。这样一来，总推力就能达到770吨。其二是减小火箭规模，减轻舰体重量。基础版的朱雀3号将舰体长度由 76.2 米缩短到66米，整流罩长度从 15.5 米缩短到 12.5 米，起飞重量从660吨缩小至550吨。同时，为了进一步减重，朱雀3号抛弃了沉重的全件不锈钢设计，转而只在燃料储箱上使用不锈钢材料，而在其他区域，如1、2级之间的机间段和1级后面的发动机舱上都使用了铝合金材料。2招下来，虽然朱雀3号的运力已经缩水至全消耗发射12吨，航区回收8吨，但好歹可以大幅度的提升进度了。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这一版朱雀3号设计在此时就已经基本定型。在这之后还有一个小变化，就是朱雀3号在自己的尾部加上了2片类似于星舰的边条翼，再结合朱雀3号独特的山格舵构型，不同于009号的90度排列的十字形，而是类似于星舰1代助推器60度和120度的 X 型。再看看朱雀3号使用的不锈钢材料和一氧甲烷燃料，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总结出朱雀3号的特点，就是在类似于009号的可回收火箭上使用了一些类似于星舰的技术，以此在未来达到甚至超过009号的性能。这其实就是马斯克本人对朱雀3号的评价。朱雀3号的几个显著特点，如 X 型山格舵和边条翼，可以在下落时更好的控制舰体姿态，使其获得更多的空气阻力，利用大气进行减速，从而节省着陆使用的燃料。而结实的不锈钢材料则保证朱雀3号在这么干时不会因为阻力过大导致舰体损坏。甲烷发动机则解决了煤油发动机的积碳问题，重复使用的检修更加方便。以上这些都是朱雀3号相比于其他009号构型火箭的显著优势。如果说有什么不足，那就是在朱雀3号这种中等规模的火箭上，使用不锈钢材料带来的重量问题会更严重一些，特别是朱雀3号的2级，在不进行回收设计的情况下，依然使用不锈钢材料。但考虑到朱雀3号的立项和吸引投资的时期，刚好是星舰飞速进展的时期，投资人们还真就非常吃这一套，不锈钢和甲烷简直成了投资密码。综合这些因素，朱雀3号最终使用不锈钢材料也是理所当然的了。至此，我们已经给大家捋清楚了朱雀3号的研发思路与设计特点。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看朱雀3号跌宕起伏的研发历程了。我们上期视频说过，朱雀3号可回收试验舰在2024年1月和2024年9月分别完成了100米级和10公里级垂直起降测试。这玩意儿使用的是一台天阙 12A 发动机，但我们都知道，在最初的计划中，朱雀3号是要等待天阙 12B 发动机的。那天阙 12A 发动机本来是给谁用的呢？答案是蓝箭航天的上一款火箭朱雀2号的改进型朱雀 2E。朱雀2号使用了4台天阙12发动机，但由于种种原因，运力实在是太拉胯了。宣称运力4吨，结果虚标近20倍。到时候打低轨互联网卫星，别人都是1箭8星、1箭10星、1箭18星，你来个2箭1星，这多不合适啊！所以朱雀2号的改进版朱雀 2E 应运而生。通过发动机的升级及其他各种改进，其基本达到了宣称运力。后来从友商那边挖来人才，降本增效，现在已经是一款便宜又好用的中型运载火箭了。但中间也是一路坎坷，
包括但不限于做储箱压力实验时，工作人员凑得太近被爆炸擦伤；首飞时发动机出现轻微故障，结果省钱买少了下行宽带，导致故障数据传不下来，只能花更多的钱在地面复线；发射推迟导致原定的载荷被别人抢走；第3次发射打丢了重要的星网卫星，导致差点失去了长期饭票等等。但总而言之，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天阙 12A 发动机也算是越来越成熟可靠了。蓝箭航天也逐渐探索出来了一套成熟可靠的管理机制。这一切都为接下来朱雀3号的表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在酒泉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的 LC96 发射工位，朱雀3号的发射塔也拔地而起。而在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朱雀3号用于航区回收的着陆平台也已经开始了修建。由于酒泉身处内陆，所以无论是返场回收还是航区回收，最后火箭的落点总会在陆地上，就像陨石一定会掉在陨石坑里，火箭的落点也必须得有一个着陆平台。这对于内陆发射场是相对不便的，因为沿海发射场可以直接将火箭向海上发射，火箭确定落点之后，让回收船直接开过去就行了。但在陆地上又不可能每一个地方都修一个着陆平台，这对于火箭的发射与降落范围就会有更多的限制。如果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似乎会解决这个问题，但由于海南老表太会做生意，要价太高，导致民营航天们纷纷落荒而逃，都跑去酒泉了。除了星际荣耀，他把工厂提前修在海南了，人跑不了。我们说回朱雀3号，在2025年5月下旬，朱雀3号用于静态点火的1级试验舰分段就从嘉兴启程前往酒泉，并在酒泉的总装场完成了组合。6月20日，朱雀3号在发射台完成了首次成功的静态点火测试。这跟朱雀3号1级上发射台的时候没有使用转运起舷车直接竖起来，而使用吊车进行吊装，主要是因为在没有2级的时候，基础版的朱雀3号的1级太短了，顶部够不到转运车的起舷支点，所以只能使用吊车起舷了。此次点火还是截止当时我国最大的成功的液体动力火箭试车。当然啊，要是不加上成功的这个限定词，其实去年飞起来的天龙3号才是最大的。此次点火时间持续约40秒，发动机按计划分批点火、摆动、关机，静态点火顺利完成，火箭没有起飞。说实话，自从天龙3号飞起来之后，每次一有类似的测试，官方都得提句点火不起飞，真是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具体到这次测试，朱雀3号没有飞起来，是因为使用了牵引释放装置。这个装置的作用是在火箭起飞的时候，把火箭牢牢地牵引住，当系统检查火箭状态良好，再释放火箭，否则就拒绝放行，赶快熄火。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火箭一起飞就出问题。当进行静态点火的时候，整个装置就只牵引不释放，把火箭牢牢地拉住，千万别让它跑了。接下来我们给大家着重介绍一下朱雀3号的这9台天阙 12A 发动机。这9台发动机里面分3台天阙 12AE、2台天阙 12AF 和4台天阙 12AG。虽然看着子型号非常多，但其实非常好分辨。天阙 12AE 是具有双向摆动能力的发动机，而天阙 12AF 在天阙 12AE 的基础上使用了 3D 打印喷管，天阙 12AG 则是没有摆动能力的固定发动机。朱雀3号以后会使用更多的天阙 12AF 发动机替换天阙 12AE， 使用更多的 3D 打印喷管。在以后的改进中，也有可能将所有发动机全部替换成可摆动的，直接取消掉天阙 12AG。其实9台发动机中有3到5台发动机具有摆动能力，就足以满足姿态控制与回收点火的需求。但增加发动机的摆动数量，不仅可以进一步提升冗余，还可以在大规模复用之后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处。009号的1级9台发动机就是全部可以摆动的。SpaceX 在重复使用了很多次之后，就发现了发动机的寿命有显著的区别。因为在最后着陆回收的时候，只有中间的发动机们在干活，旁边的发动机们都不动，久而久之，发动机们的使用寿命就会差距很大。后来 SpaceX 想了个办法，将9台发动机全部做成一模一样的，都具有摆动能力，并且可以相互替换。每过一段时间就把外面偷懒的发动机给换到中间去，再把中间的劳模给换到外面休息，这样就能保证发动机们的寿命均衡，火箭更加健康。完成静态点火之后，按理来说只要等待2级到位就可以组装发射了。但是蓝箭航天财大气粗，他们专门造了这么一根1级用来静态点火，而另一根1级用来首飞。其实本来他们还想造第3根的，专门造一根用来进行压力测试，后来整合成了2根。
这跟用来近似点火的一级以后也有可能发射，但不是首飞。首飞的一级直到3个月后才出征前往发射场，这出征路上也是历经坎坷，因为4.5米的朱雀3号是卡着我国公路运输的极限设计的，但是难免会有一些桥隧修的不是非常标准，导致运输非常极限，差点进不去。一路上还因为应急车道上刷新的钉子爆了好几十条轮胎。蓝箭航天的运输路径是先从嘉兴到北京，然后再向西到酒泉。以后他们可能会直接在北京建造工厂，这样就能大大提升运输效率。之后的10月18日，首飞使用的朱雀3号进行了近代点火。这次点火因为装上了2级，长度足够，所以就可以直接使用转运车起出了。同时，因为要参与首飞，山格舵和着陆腿也已经装好。完成了以上这些工作之后，朱雀3号基本已经完成了首飞之前的所有重要测试了。接下来就是首飞前的等待，这最后1个月还发生了不少事情。包括商业航天司的成立，规范商业航天审核；神舟20号的故障导致随后的返回推迟，和神舟22号启动应急发射流程。朱雀3号自己也出了一些小毛病，后来一路推迟到了11月29号，又因为审核问题要继续推迟。最后又是张昌武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本着来都来了的精神，就给我们开个绿灯，让我们早点打吧，再不打火箭要过期了。于是朱雀3号最后只推迟到了12月3号。2025年12月3日中午，朱雀3号带着中国民营航天的希望正式启程。在发射后129秒，朱雀3号1级发动机逐步关机，5秒之后1、2级分离，之后2级点火，继续完成任务，而1级开始载入返回。之后到发射后371秒，1级开始载入点火，以此来为火箭减速。此次1级的载入点火长达46秒。按理来说，你装一个边跳翼增大阻力减速，不说把载入点火取消掉，至少能让载入点火时长短一点吧？这怎么这么久呢？这其实又要说回到我们之前所提到的着陆场的限制。一般航区回收如果使用着陆船的话，会将船开到距离发射场600公里左右的地方，而朱雀3号的着陆场距离发射台还不到400公里。如果以大角度倾斜载入，虽然可以更好的利用边条翼增大空气阻力，但就像滑翔的飞机一样，这火箭也会越滑越远，到时候很容易就飞过头了。所以在此次试飞中，朱雀3号只能尽量垂直下落，防止飞得太远。在载入点火之后，朱雀3号还要进行长达30秒的着陆点火。着陆点火时长这么久，是为了增大冗余。然而，最终朱雀3号的首飞以1级最终着陆点火失败，2级成功入轨的结果落下了帷幕。因为1级已经坚持到了最后阶段，所以最后的残骸落点就在着陆场旁边，距离圆心只差1点。可惜的是，当时为了拍出精美的回收画面，各路媒体的摄像机基本都放在了着陆场的这一边，现在直接被一波带走了。朱雀3号首飞取得了这样的成果，应该说是意料之中的。试图追求首飞就完成回收才是一种奢求。在世界上所有的可回收火箭中，只有 SpaceX 的重型猎鹰和星舰是首次尝试回收就取得成功的。但重型猎鹰的成功是建立在猎鹰9号的基础上，而星舰在首次尝试快子回收之前，就在试飞中进行过多次海上模拟回收测试。其他的可回收火箭，就算强如蓝色起源的新格伦，也需要尝试2次才能够取得成功。所以朱雀3号首飞取得这样的成果是完全正常的，大家不要过度苛责。
或者说朱雀3号起飞之前，各路媒体把调起得太高了。先是新格伦第2次发射之前宣传朱雀3号拿下世界第2家可回收，结果一路推迟到了新格伦后面，而且新格伦回收成功了，朱雀3号却回收失败，实在是吃满了回旋镖。但大家看了我刚才的分析，应该也能够明白，这种情况纯粹是媒体瞎宣传导致的。蓝箭航天的技术人员在整个回收流程中并没有什么过错与失误，整个首飞的结果都是意料之中的。朱雀3号虽然此次没有实现回收，但中国航天对于可回收火箭的挑战仍在继续。不久之后，实验更成熟、成功概率更高的长征12号甲运载火箭将会再次挑战可回收技术的高峰，而这就又是另一个故事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还请不忘点赞、投币、关注、收藏。这里是新人 UP 主新世纪的旅行者，让我们下期再见。